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 LINE 群组里放一个 AI 小特助，当群组突然安静的时候，它会自己跳出来炒热气氛。有人问周末吃什么，它会直接丢3个建议给你。有人抱怨老板很烦，它可能还会吐槽你2句。甚至有时候他会直接@某个潜水很久的人，把他拉回群组聊天，整个群组的气氛瞬间火起来。这可是网页版 AI 给不了的情绪价值哦。很多人看完我们上一版本的影片之后，有成功把这个 LINE AI 助理做出来了。但后来我发现，其实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像真的群组成员。例如在群组里 AI 有时候不太容易分清楚谁说了什么，或者在1对1聊天室里的聊天方式可以更自然点。所以我把整个 Cloudflare 的开源版本重新优化改版了好几轮。现在这支影片不只补上了上一版只有在社群里用图文展示的 KV 记忆绑定机制，还让这个 LINE AI 小帮手更加高情商哦。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系列，也可以直接跟着这支影片做做看哦。而且整个过程你不需要会写程式码，只要跟着做，你就能在自己的 LINE 群组里养一个专属的 AI 小帮手哟。上一支影片因为在影片里面有缺了 KV 这一段，我有把它放在我的配件里面去做一个补充的影片说明，还有图文的说明。但是因为有一些人他还是操作不顺利，所以我们就今天再重新走一遍整个流程，是针对免费的伺服器平台还有免费的 Gemini 的额度来重新走一遍流程。那如果有不顺利的同学，可以再比对一下我们的操作方式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我们来到第一步哦，我们先点进这个 iDevelopers Console， 这里我们就直接点选我们自己的 LINE 账号。这里我们可以选择透过行动条码登录，然后也建议这么做。好，登录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LINE Developers 的首页，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已经建立了3个已经上线的 AI 助理。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免洗版本，测试版本我做完以后就会把这个账号给删。那我们就一起来走一遍流程。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如果中间有什么忘记了，除了透过影片反复查验之外，可以到我们这个配串这一篇文章里面来直接比对一下，因为这个顺序其实都写得蛮仔细的哦。首先我们要在 Providers 这里按 Create 新建一个，它这边有3个规则，就是中间不要有空格，不要有特殊的字符，像逗点或者是任何的符号都不要有，长逗也不可以超过100个字符。那我这边取名叫Yelena测试助理，然后按建立，然后接着我们可以按 Create a Messaging API Channel， 然后它就会要求点击这里 Create a LINE Official Account， 这里它就会连接到你原本的 LINE 账户。那账号名称这里呢，你可以自取，建议跟刚才一样哦，就比较不容易搞混。然后在这一区都填完了之后再按确定。页种的部分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就好了。完成了之后按确定，再点选一次完成。基本 ID 以后别人在 LINE 里面搜寻你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ID 搜寻到你。那我们点选前往 LINE Official Account Manager， 这边就点选同意、了解并继续使用，然后按下一步。这边我们可以先按叉叉取消，先来做设定。这边左边我们可以看到它很多设定的，如果你是商家的话，这边都需要做一个自动回应线，但我们现在因为不是商家，是个人私人，要在私人群组里面使用啊，所以我们先点选右上角的设定。那在账号设定这里呢，功能切换这边一定要点选接受邀请加入群组或多人聊天室，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话，那你的 LINE 机器人，你的 LINE bot 它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的私人或是亲友群组里哦。其他的都先不要动。在左边的权限管理这里啊，在回应设定这里，聊天功能要打开， Webhook 也要打开，但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设定好服务器，所以这个等一下再操作哦。下面都维持不变哦。Message API 这里点击一下，我们按启用 Message API， 这边要选择刚刚一开始我建立的，所以我点选它，选择同意，
这边就先按确定，然后会跳出一个已启用的视窗。这边大家会看到它会提供一个 channel 资讯，包括 channel ID 跟 channel secret。我们最重要的是先把 channel secret 记下来，可以按右边的复制。那个我们就是等一下要跟服务器连接的地方，这个晚一点再提供。我们可以回到主页，或者是按这个左上方的账号，像我的账号这里眼泪娜测试助理，我就点一下。好，如果要在照片要再做放置的话，我们就点选右边的编辑。基本档案图片这里可以先上传一个图片，但是1个小时内都不能变更。假设我这边已经先上传了一个档案，上传了这个助理的大头贴，下面这些我们都先不用设定。好了之后，我们就再点选这个 Line Official Account Manager，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刚建立的那个账号已经有大头贴了。所以在 Line Official Account Manager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一进来之后点选右上角的设定了。我们回到一开始的 Line Developers 这个网页，重新刷新，在左边的 Admin 这里选择刚刚那个账号，就可以看到刚刚我们设定的账号已经正式启用开通 Messaging API 了，所以我们可以点击进去。我们在 Basic Settings 基本设定这里往下拉到最下面，它这边也会有 Channel Secret， 也就是刚才我们要复制下来的那一串。这个 User ID 就是指我们这个机器人账号它的 User ID， 这一串我们也要先复制下来备用。好，再来我们回到这里，我们要点选 Messaging API 这个 tab， 进来这个分页之后，这个报 ID 就是机器人在 LINE 上面的 ID， 可以透过输入这一串来找到这个机器人，然后增加它为好友。我们拉到最下面有个 Channel Access Token， 点选这个 Issue， 把这一串你看到的很长的密钥，这边有一个文件，把它复制下备用。到了这里，我们应该已经收集了3个很重要的密钥资讯，一个是 Channel Secret， 一个是 User ID， 一个是 Channel Access Token。好，然后接下来第2步，我们要到 Google 去取得金钥，进入 Google 的 AI Studio， 点选左下角有个 Get API Key， 点选右上角 Create API Key， 这边我们要为这个密钥取一个名称，你可以跟我一样取跟刚才LINE账号一样的名字，比较容易追踪。下面这里我们要重新新建一个 project， 所以我们点选 Create Project。这里不能打中文，所以我就先取这个 Elena Testing Project， 然后点选 Create Project， 然后再确认一次你的密钥名称，还有你的专案名称，然后点选 Create Key。那这个 Elena 测试助理呢，就是我刚刚新建立的密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Quota Tier， 我这个是 Free Tier， 也就是免费的方案。点选右边的 Copy API Key， 把它留存下来备用。到了这里，我们储存下来的有4组密钥，一个是 LINE 的 Channel Secret， 一个是 LINE 的 User ID， 一个是 LINE 里面的 Channel Access Token， 一个就是 Gemini 刚刚我们建立的 API 金钥。那我们这个版本主要是讲免费云端版，也就是用免费的伺服器哦，所以我们就进到 Cloudflare。好，这个是我新建立的测试账号，就是免洗账号。进来之后，我们点选左边有一个 Compute， 下面有一个 Workers and Pages， 然后我们点选右上角的建立应用程式，点选从 Hello World 开始。这边你要为你的 Worker 命名，比如说我取名叫 TestBot 测试机器人，然后我点选右下角的部署。再来我们点击右上角的编辑代码进去，那一串我们要把它整个删除。回到我的 Patreon 提供的免费程式码模板，拉到最下面，最新的版本是3月7号的，那就点选下载。我们下载后的档案它是 Markdown 档案，你可以用纯文字的方式打开，或者是用 Cursor或者是 Anti-Gravity 这种可以开启 Markdown 档案格式的软体来开启。那假设我现在想要用最基本的
记事本开启也可以，因为它原本就是纯文字档的。那假设我现在是用纯文字档打点选开启档案，然后选择记事本，选择开启档案，我们要把它全选 Ctrl 加 A， 选以后复制下来贴到这里，从第一行开始。这里跟我们的 LINE 机器人名称一样，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设定的那个 LINE 机器人它的名称，也就是它在 LINE 里面会出现的名字，这边有一个 ID， 这边我们要把它复制下来贴上来，一定要一模一样，不要有空格，就是要跟你在 LINE 设定里面的名称要一模一样。到了这里之后，我们先按右上角的部署，好了之后回到左上角，再回到刚才那个机器人的设定页面，连指码的部分完成了。现在我们要来设定连接到 LINE 以及 Google Gemini AI 的密钥。我们点选这里有一个设定，这边有一个变数和秘密，这个秘密指的就是 secret， 它就是翻译的比较没有那么贴切。我们点选这边新增，记住是要在变数和秘密这个栏位这个区块里面点选新增。好，我们现在要新增4个密钥。第一个 iChannel Secret， 类型的部分我们要选择秘密，也就是 Secret 密钥。变数名称这边都不能有空格，而且都要大写，那你就只要复制我们 Patreon 页面里面的这一个就好了，不要有空格，就是照样贴上去。那这里指的部分我们就要贴上刚才你在 LINE 那里储存的 Channel Secret， 不要有空格。你要做最后的检查，因为之后你没有办法再打开来编辑它，你只能删除再重新建立。好了之后就点选右下角的部署，再来我们要再按一次新增，一样是点选秘密。这一次我们要新增的是 Access Token， 贴上来，把你刚才在 LINE 那里面储存的 Access Token 一模一样贴上来，一样要检查不要有任何多余的空格，或者是不小心删除，或者是按到了什么，就是要原封不动贴上来，然后去按右下角的部署。完了之后我们会看到秘密跟变数这里已经有2个了，我们现在要新增第3个，再按一次是新增，同样选择秘密。那这次我们要新增的是 Gemini 的 API Key， 那只是这里贴上你在 Gemini 那里拿到的密钥，一样要检查不要有任何的疏漏或者是空格，然后点选右下角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新增完3个密钥了，接下来我们要新增第4个，同样选择秘密。这里我们要新增的是 LINEBot User ID， 这是刚才我们在 LINE 界面储存的。接下来检查没有问题后，点选右下角的部署。这几个名称根据我的版本一定要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刚才贴的那一串编辑代码里面的那个程式码，它这里面连接的就是我们这些密钥，它连接的名称都是指向我们这些密钥的名称，所以并不是说不能改这些密钥的名称，而是它是绑着我们这个版本的程式码。那如果你要修改程式码里面的名称也可以，这边就是要做相对应的变更。好了之后，我们会看到在网路和路由这里，类型这里我们会有一串，这个就是我们要贴到 LINE 里面做连结的网址，也就是 Webhook， 所以我们要把它复制下来，这串要复制下来。在复制下来之后，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机器人，它储存我们 LINE 里面的记忆仓库。我们在左边的选单里面拉到最下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储存空间和资料库。开启之后，点选 Workers KV， 然后点选右上角 Create Instance， 这里的空间你可以任意命名哦。比如说我要命名 Yelena， 然后按建立。然后我们在设定这里可以看我刚建立了一个名称，就是叫 Yelena 测试。然后我们再回到左边的选单到 Compute 下面，回到 Workers and Pages 页面，点选这边这个蓝色的方框，也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应用程序。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细节，这个就是 Binding，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应用程序这个机器人它的记忆
要连接到我们刚那个 KV 的空间，所以我们点选细节，这里我们在左边的选单点选 KV 命名空间，然后点选右下角的新增细节。这里要注意，如果你是使用我们这个程式码模板的话，那你的变数名称必须要取得跟我一模一样。那我们要取这个 MyBinding 下斜线打一个2。如果你是使用我的模板，那这个名称是一定要取这个，不能变更，除非你在你刚刚那个程式码里面也要找到它这边做一模一样的相应的变更。那这个秘密空间就是我们要绑我们刚刚自己一开始建立的那个空间，那我就把我这个变数名称跟我刚刚那个 KV 秘密空间做绑定，确认没有问题了之后，按新增细节，这里绝对不要有任何的空格，或者是多一个字符少一个字符都不行。点选新增细节，好了之后你就会看到你的这个应用程式已经绑了你的秘密空间，这边会出现 MyBinding 这个名称，它就是固定的，就是绑着我们这个模板，除非你在程式码模板里面也做相应的改变，那你这边就可以任意改变。刚才在Workers and Pages 的设定里面，我们这边这一串网址，我们现在要回到 LINE 里面做绑定，把它复制下来。我们回到 LINE Official Account Manager 这里，点选你的这个账号，进来后一样点选右上角的设定，然后在左边的选单选择 Messaging API， 这里有一个 Webhook 网址，前面我们要手动加上 https://，然后贴上我们刚刚那一串网址，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这一串网址，我们要把它贴过来，按储存。之后这边左下角我们可以看到它说你可以由 LINE Developers Console 进行其他设定，那你就直接点选它，然后点选你这个账号。进来之后我们进来，我们在 Messaging API 这里进去它的分页。好，这边 Use Webhook 这里我们一定要启用，这边 Webhook URL 也就是我们刚贴的那个网址啊，我们要做认证，看有没有成功连接，点选 Verify， 出现 Success 的视窗之后就代表你已经连线成功了，也就是你已经把你的 LineBot 这个账号跟我们刚才那个 Cloudflare 这个服务器那里已经做了连接了，那你就点选 OK。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有用电脑版的 LINE 的话，那你这边就会看到在官方账号这个账号下，或是你的手机，它就已经有出现你这个 LineBot。这个时候你跟它是1对1的对话，那你要怎么呼叫它？在我们的原始程式码里面，你可以直接跟它做对话，它就会回复你了。那如果是群组呢？如果是群组的话，就跟你平常加自己的家人朋友一样，在你跟某一个朋友的对话里面，就按邀请这个机器人进来，那你就会变成一个群主。我现在建立了一个测试群主，我们在电脑版的时候，当你打@的时候，它只会出现真人，不会出现那个 LineBot。 这个是 LINE 那边自己的设定，可能没有办法让你选取它，但是在手机版的话你是可以看到的。那如果在电脑版我看不见它，我又想要呼叫这个 bot 怎么办？我原本程式码呢是预设它不能随时随地的出来讲话，因为第一这个很烧 tokens， 而且会很扰民，因为有时候不需要它出来，它就是不用出来讲一堆废话。那如果电脑版我要叫它的时候，我们的原本的程式码版本是预设，当我们输入 AII， 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它都要回应。可以看到我打 AI， 然后打个 Hi 之后它就出现了，而且它会有这个蓝色的 tag 出现。这个 AI 不管是在开头还是中间，它都会回应你。那要记得在群组里，如果你没有呼叫它，它就不会自己出来说话。但是如果是1对1的话，只有你跟它的对话框，那你回什么它都会回应。像这边我要请他做自我介绍，那我就输入请自我介绍，就打 AII， 他就会自己做一个自介。那大家就会想知道说，那我怎么去设定我这个助理的个性呢？我可以把这个助理设定的个性很高冷，或者是很温馨，任凭你的心意去做设定。这也就是我们玩爱就是最有乐趣的地方之一。你甚至也可以把它设定成任何角色。那我们要在哪里设定呢？我们回到 Cloudflare，
在 Compute 下面的 Workers and Pages 点选这个应用程式左边这个蓝色的框框，右上角的编辑代码，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个机器人做它的系统指令的地方。这里呢，我们之所以可以呼叫它成功，是因为刚我们贴上了它在 LINE 里面账号的那个名称。这里的 Memory Limit， 这个20是指我希望它能够理解我前面20则讯息或者是20条资讯，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数字设定的太大的话，会非常烧 tokens，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免费的，那么拿 API 嘛，所以我们还是要省点用。那如果你是要付费的，其实它也不需要看你所有的对话历史，20则讯息或者20句，它基本就可以理解你们刚才的对话，也可以参与。这边我们可以随时变更你的 AI 模型。我们这边预设是 Gemini 2.5 Flashlight， 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测试在免费版本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我是用 Gemini 2.5 Flash 或者是2.5 Flash 以上的版本，它有时候因为毕竟是免费版本，它可能在巅峰时期的时候，有时候你呼叫它就是没有反应的。那只有 2.5 Flashlight 这个版本，它是在额度还没有用光的情况之下，它是都会有回应的，所以这边你也可以自己做挑选。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来讲这个白名单，它可以让机器人在 tag 或是 at 任何人的时候出现反蓝，也就是说那个人真的会收到赖跳出来，就是有人指名道姓要找你哦，就是这个功能。那我们这个白名单就是你自己的私人的亲朋好友的群组的。举例来说，这个 Fancy 好了，这个 Fancy 它一定要跟你的某一个亲友在 LINE 上面的名称一模一样。那如果以后你的亲友改了他的称呼，这边也得做同步的变更。然后你的亲友的 LINE ID 你要把它放在这边，通常是 U 开头的。那我怎么知道我亲友的 LINE ID 是什么呢？你可以请他在群组里面直接呼叫那个机器人，然后输入查询 ID。 好，比如说我现在请我另外一个亲友的账号@我的小助理打查询 ID， 它就会自动返回该名用户的 ID， 把它复制下来，回来以后在我们刚才这个程式码这里，回来以后我们一样是到 Compute Workers and Pages，进来之后，我们点选右上角的编辑代码，在白名单这里呢，输入你那个用户的名称，他在 LINE 里面叫什么，在这里也要一模一样。如果以后这名亲友用户他在 LINE 里面改了名称，这边也要做相应的变更。比如说我那名亲友的名字，我把它放进去以后，把他刚才的 ID 贴上来，完成了之后，记得一定要按部署，它才会存档。即便你没有这么做，当你的亲友任何一个用户，他如果去主动的 at 你的 LINEBot， 也就是你的 AI 小助理的时候， AI 小助理也可以捕捉到他的瞬间的 ID， 然后回应他。但是白名单的好处是可以先让 AI 助理认识你比较重要的亲友，然后他也不需要每一次去捕捉。当用户没有主动呼叫他，在群组里面你 at 这个 Aster 的时候，那你的 LINEBot 它也可以主动的去 at 这个 Aster， 因为它已经有它的 IID 了。那在下面有一个亲属的称呼，比如说这个 Aster 是我的妹妹，那我就可以在我妹或者是妹妹这个称呼里面都放上她的 LINE 名称。当以后你在群组里面跟你的 AI 助理说请告诉我妹妹怎么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在指Esther 这个用户，那他就会主动去 at Esther 来向他喊话或者是说话，这才是你的 AI 助理让他火起来的地方。然后你也要把你自己的 LINE 的名称还有你的 LINE ID 放在这里。那我们的 LINE 小助理它的个性在哪里设定呢？我们大概往下拉到446行左右，这边就是有它的个性设定。如果你觉得这个程式码它一直往右边无限延伸，很不方便阅读的话，你可以按 Auto 加 Z，
它就会自动适应这个框架。好，这边你可以去修改你的 LINE 它的个性，你可以让它个性符合你想要的设定，比如说它可以很高冷，或者是它可以扮演你的闺蜜、你的好兄弟，或者是它扮演你的一个优秀的助理，你可以在这边做设定。但是你设定的时候要小心，尽可能在我们这个文字框里面做设定，因为像前后它会有一个符号，如果你把它去掉话，这个设定它就没有办法反映出来，这个程式码就会出错。那还有个地方是你可以做设定的，就是你的 AI 模型。我们这边预设是用 Gemini 2.5 Flashlight， 我会选择把它当预测模型，是因为它是目前为止免费用户里面没有出过错的。因为截至目前我试过有一些模型，它只要是 2.5 Flash 或者是3 Flash Preview 等等更高阶的模型，因为是免费用户，所以 Google 它有时候会在巅峰时间可能会有限流的情况。那只有 2.5 Flashlight 它没有出现过断话的情况，所以我现在预设都是使用它。那完成了你自己的设定之后，你可以按右边的部署，白名单和亲属称呼这里不是强制要设定，你也可以不要设定。然后按了部署之后，看到下方出现已储存版本，你就可以按左上角回去了。没有什么必要就不要停留在代码的页面，避免不小心碰到了什么然后出错。那举例来说，现在它已经储存了我这个亲友 Esther 的 ID， 我就可以问他说，因为我是用电脑版，我只能用 AI 这个自创来呼叫我的助理。你看我这边故意设计一个情境，故意跟这个小助理说帮我跟这个 Esther 要钱，你会看到他真的有呼叫他，而且是反蓝的，真的有成功太搞到这个用户。这就是我们设计这个 AI 助理必要的环节，否则他就没有办法主动的跟你的亲友对话。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Google 的模型费率，我们可以在这个我的配置页面里面点选这个费率这里。好，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它就是你可以选择模型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右手边这边都是可以使用的模型，那我们先点选其中一个模型。要注意的是，你在这里使用的模型名称如果有出错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成功调用到这个模型。那你要怎么确认这个模型它的名称是对的呢？在这个网页里面，比如说我想要调用 Gemini 3 Flash 预先发布版，它的名称就在下面，就是 Gemini 3 Flash Preview， 这边通常都是小写。那我直接复制这里。好，那我这边就换的 Gemini 3的 Flash Preview 这个模型，按一下部署。记住，你在这个程式码里面做任何变更，你都要按部署才算完成。接下来，当你改变模型之后，你就可以回来试着跟你的 AI 小帮手对话，看他有没有回应。他有回应才代表你是真的成功调用了这个模型。每一个模型聪不聪明，大家都是心里有数。更高阶的模型跟低阶的模型，它的真伪程度是差异蛮大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免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版本的限制。如果你是要付费呢，这边就是你可以看价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看 2.5 的 Flashlight， 一开始我们预设的这个模型，它真的是最便宜好用的。如果是输出的话，也就是说这个 iBot 这个 AI 小助理回应你，它输出的所花费到的 tokens 是每100万个 token 0.4美元。但是这个不单单只是涉及到我们输入的文字字数跟它输出的文字字数，这还涉及到后面你的程式码。假设我们这个程式码，你看它程式码如果写的越完整或是功能越多，我们这边大概有768行，它这里面的每一个字符都是 token， 它需要跟你对话使用到的这些 token 它都会算进去。我们预设的程式码模板是预先把它读取图片跟影片还有音讯的能力关掉，因为我们现在是基于免费版本来使用，所以我先把这些功能都关了，单纯让它做一个文字助理，提供你意见，参与你们的对话。当然如果你以后要进阶变成是付费版的话，那这边价格都在列在这里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 2.5 的 Flash 的价格跟它 Flashlight 价格是差异蛮大的。你看它的输出价格 2.5， 这边有括弧写含思考代币，代表说你这100万个 tokens 不是只看它给了你多少字，它给你回应100字，但是它背后思考，它需要花了那些字数，还有它去读取我们整个程式码，然后700多行的程式码，你给它的预测指令，这些全部都包含在 tokens 里面。那它这边的每100万个 tokens 是 2.5 块美金，那 Flashlight 这边才 0.4， 可能差了20几倍，这个就是不同的模型价值差异就是很大。那如果你再往更高阶模型看，它的价格就是更高的。像如果你是看那么买3 Pro 的话，它的价格就是每100万个 tokens 可能就12美元了。那我们要怎么看我们每天的使用量呢？我们回到一开始 Google AI Studio 这里，点选左下角的 Guest API Key， 点选我们这个专案。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新建的测试的专案，我这边写 Free Tier， 代表说这个是免费的，但是每天就会有限额了。我们可以看左边选单有一个 Rate Limit， 点选这个专案，然后这边有个 See More， 可以把它展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 Gemini 3 Flash 我们刚有试着调用了一次嘛，这边就会有出现你使用的一些数据，比如说这个 RPD 就是 Request per Day， 你一天可以调用它的限额是20次。那我们刚刚这个 2.5 Flashlight 呢，我已经跟他说了4次对话了，所以这边会有显示。那 Gemini 3 Flash 我刚跟他对话了1次，所以这边显示了1。这个 7PM 呢，它可以读取的上下文的长度最多就是25万个 token， 每分钟它可以读取的上下文限制。这个 RPM 指的是 request per minute， 也就是每分钟你可以呼叫它几次。它1分钟如果你一直要它回答你超过这个数量，它就会暂时不会回应。有一些模型它就没有开放你免费使用，像是比如说 2.5 Pro 这边都是0，你就是不能免费使用。那有一些更便宜的模型在下面，那比如说像这个 Gemma 3系列的，你每天可以呼叫它这么多次 14.4K 但是它就没有那么聪明咯。比如说它读取上下文每分钟大概只有15000个 token， 那如果你的 token 用光了，我们就可以来这边找你还可以呼叫切换哪些 token， 比如说它这个一天可以呼叫500次，这个是 Gemini 3.1 Flashlight。 另外要顺带讲一下，这个额度还有这些模型它是动态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发现的助理没有反应，你可以回来看一下，如果有一些模型淘汰了，那就必须要做个切换。好，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切换到这个一天可以呼叫500次的 Gemini 3.1 Flashlight， 那我们就回到刚才费率的那个页面 3.1 Flashlight， 我们找一下在这里布置这一行，把它贴上来，按部署。那我们回来测试一下看它会不会有反应。好，它有反应了，那就代表你已经呼叫成功了。所以你可以随时回来这个地方，也就是 Google AI Studio 在 Rate Limit 里面，你可以去寻找，先选取你这个专案，然后去寻找你可以使用的额度，它是变化的。像我最早设定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奔赴海山 Flashlight 这个选项的。如果有时候你是使用电脑版，你这个模型额度如果已经用完了的话，你可以切换到别的模型。如果你要看你的使用的话，看左边的 Span 档这个选单。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我之前测试用的另外一个付费版的机器人，最近它有推出一个新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写 Experimental， 你可以设定它每天的上限，包括比如说我设置每天的 tokens 花费不要超过台币300，如果超过这个数字的话，它可能就会先暂停反应了。比如说我想要看一下我单因为这个 Flashlight 花了多少，我们要选对模型它才会出现。那我在测试的时候当时有使用上网，所以一天花费是 0.855 块美金，是最高的。那后来因为我觉得上网这件事情，它这个模型又不是最先进的，我们还有免费的 ChatGPT 跟 Gemini 可以使用，
所以如果你要在 LINE 群组里面去查这些东西还要花钱或是花 token 的话，还不如你直接用免费的 ChatGPT 或是 Gemini 就好了。那我们在 LINE 里面导入 AI 小帮手的目的，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就我而言，我的初始目标只是希望他能够参与对话，然后提供静态知识跟提供他的意见，所以我不需要他上网帮我搜资料，因为一旦机器人上网，他会使用到的 token 就会非常庞大，因为他上网搜寻的每一笔，他读过的每一笔资料，那里面的 token 都会算到你的账单里面。所以后来我们这个模板里面的预设，我先把上网功能给关掉了。如果你希望上网，你也希望它甚至是画图，这些你都可以拿我们的这个程式码直接贴给你的 ChatGPT 或者是你的 Gemini， 让它帮你做修改。那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真的只是单纯的文字输入输出，其实花费是非常低的。如果按照这种用量的话，你一个月是不会花超过200-300块，甚至是100块以内，就是看个人的使用。如果之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回到我们的 Patreon 社群里面，回到这篇文章，因为更新模板都会放在这里。另外2个档案，它是针对已经自己有网域、有网址、自己有伺服器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用户是想要尝试先使用看看。如果你是使用免费的服务器 Cloudflare 部署这个 AI 机器人，然后用免费的 Gemini 的话，那么你可以只要下载这个档案，开头是有 Cloudflare， 就只要下载这个档案就好，其他这2个档案都不需要下载。那要怎么管理我们这个 AI 小助理的对话呢？我们回到 LINE Official Account Manager 这里，在你的这个小助理账号里面呢，左上角你可以看到有个聊天这个分页，点击进来之后，你就会看到你跟他的对话都会出现在这里。你也可以在这里主动回复一些讯息，也就是你代表这个 AI 机器人，你也可以主动在这边输入一些讯息回复。最后也想跟大家说，大多数人照着影片做，其实都可以顺利把它接起来。但因为每个人的环境不同，偶尔还是会有人卡在某个设定上。如果你已经试过几次，还是没办法成功连线，也不用太挫折，有时候真的只是环境差异，可以先放松一下，把注意力转去更有趣的事情，等之后有时间再回来试一次就好。科技本来就是拿来帮助生活的，不是拿来让人焦虑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咯，记得订阅、按赞、关注我，我们下次见。